嗨，谢谢继续收看我的巴黎风尘日记。今天我想谈的话题是最近很多人问到我的一个问题：你在法国还好吗？要回国吗？我的答案很简单，不回。我想说的只是我的观点，我并不知道其他人想回国和他们的动机是什么，也不想进行猜测。我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想法吧。作为一个快奔四的中年人，我真的觉得回国，在这个时候回国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。首先，我也不认为法国的系统会崩溃。就算我现在人在意大利，我估计我也不会选择回国。首先，年纪不算大，这个病也不算是致命的，你自己要做好保护，你就不一定会得上这个病啊。你如果一天到晚出去跟人家 party，然后到最拥挤的人群中不戴口罩，然后也不勤洗手，那个危险就很大了。如果你自己做好防护，怎么可能有危险呢？说个朋友的经历，他1月16号离开武汉，和他爸妈一起出去度假，之后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。1月23号武汉封城，他当时在日本，和他爸妈一起就去了泰国，在泰国一直待到上个礼拜，乘包机回到了武汉。从飞机到武汉机场降落，到最后走出机场，整个过程超过10多个小时。我觉得这个10多个小时中间经历的危险，有可能比你好好待在国外的风险要低得多得多。你在国外，如果你不出去乱嗨比，怎么可能有危险呢？有什么好焦虑的呢？就好好待在家里，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嘛。我想到前段时间，就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个礼拜，在 Belgium 感染，然后执意要回国的那位37岁的女士李某，和我年纪差不多，为什么想法就简直是完全理解不了。Belgium 的大规模的感染，在美国各大新闻都有报道，因为他们公司开了一个内部的会议，有很多欧洲的同事过去。他在 Belgium 被参加那个会议的同事感染了。波士顿有家医院开出了特别的通道给他们公司的人进行检测，从此我相信他们公司对这些感染的人也有可能特别的补偿什么的。他却非要相信国内的医疗更好吗？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就回了国？现在好了，工作也丢了，保准把他开除了，国内还面临着对他的判刑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非理性化的。我最近在听一本书，叫《Factfulness》，我在豆瓣上查了，也有中文版，叫《事实》。做人一定要理性，用数据说话。而且现在在我们这个年代，和平的年代，大家对所有灾难性的事情都抱有极大的偏见。就比如说，我们会更关注那些哪里发生战役啦，哪里有人饿死啦，哪里有瘟疫啊，就像这次，然后就非常的恐慌。一旦人家有什么消息，就觉得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要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，这样做出的决定往往都是非理性的，而且会导致非常不好的结果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尊重事实。你仔细分析一下现在的事实，就是回国在路途上的风险会比你在这里好好待着风险还大得多得多。在国外的小伙伴们安安心心待着，这比去哪都更安全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，拜拜。剪的时候决定要加一段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因为国内的主要新闻都是报道，病例都是输入型病例嘛，然后很多段子，就比如说，国家有难的时候，你们这些华人在外看笑话；现在国外乱了，国内好了，你们要回来占资源。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偏激了。海外的华人这么多，回去的真的是少之又少。而且像我这样想法，觉得不应该回去的，回去可能危险更大的人多的是。我也能理解，比如说一个高中生一个人在外读书的，这个很有必要回去。可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成人的，特别是在这边工作的华人，我觉得想要回去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。
而且在祖国最危险的时候，我们海外的华人也是集资捐款，也是希望联络到最多的资源，给国家帮助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在武汉封城的当天，他一个人凭他一己之力，在北卡跑遍了所有能跑的超市和药店，买到了1100个 N95 口罩，以最快的速度寄回了国。这样的事情当时也有报道啊，为什么现在就只关注那些所谓回去占资源的华人呢？拜托，还是那句话，说出任何结论，做出任何决定的时候，都要理性、客观的分析数据。请大家接下去看下去吧，我还有一段今天下了班出门走走逛逛，看看巴黎现在的一段小的记录。谢谢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家面包店，目前还开着，但是东西不太多了。超市还是很多东西的，你看，鸡蛋。哇，这里很多水，大家囤水。不过我喜欢的喝的一个牌子没有，所以大家看，一切都很井然有序，不需要担心。现在是巴黎时间晚上6点半，我决定出来走一走，也顺便录一个结尾。看如此平静的巴黎，你怎么会想离开？会想去坐那10几个小时的飞机，等待、检测，再隔离14天呢？